土木之变前后，明朝完全是两个国家，京师三大营20万兵马几乎损失殆尽。但这一切实在有太多的疑点，乃至于从亲征开始到英宗被俘，全部难以解释。首先就是明朝政府为什么一定要亲征，动机是什么？如果从军事角度出发，在野先已经率先发动进攻，并且还有诸臣劝谏，六师不宜轻疏的情况下，英宗和王振为什么还要执意亲征？虽然英宗有效仿成祖、宣宗之意，且迫于与蒙古的贸易压力，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但朱棣、朱瞻基他们都是实实在在在前线拼杀过的，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人。而且除了朱棣第5次北伐攻打阿鲁台，几乎其余所有针对蒙古的战争都是出兵有因，既为了加强防务、安定边境。朱祁镇一个之前从未上过战场的人，且在蒙古野先大举犯边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亲征？难道他真的单纯到可以被王振这样一个太监裹挟吗？还是为了所谓的扬我大明国威？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英宗究竟和王振还有其他臣子们是什么关系？到底要不要把大部分的过错都归结到一个太监的身上？因为此时英宗已经在位14年，且通过明实录的记载，英宗的政务水平并不差，他不是一个傻子皇帝。在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上，为什么要对一个根本不懂军事的太监听之任之？而且亲征的队伍里还要以战功赫赫的英国公张辅为首的一众名将，所以即便是王振单方面的说动了皇帝，朱祁镇在前线先后经历过数次惨败之后，还能不听兵部的建议，继续听从王振的指挥，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要知道，实际上整个明代也从未出现过例如唐代晚期可以真正掌控军队的宦官，特别是当大军已经被围困，需要考虑议和还是移营的时候，怎么可能将江山社稷以及数十万将士的性命掌握在一个太监的手里？尤其是王振给出的理由竟然是他需要等他的自家辎重，而且是1000余辆。这种说法实在过于牵强。虽然王振的老家就在附近，但是此地常年处于备战状态，而且专权太监的顶峰魏忠贤被抄家的时候，家产不过40多车。他王振到底是怎么搜刮来的财物？而且如果王振是一个为了钱连命都不要的人，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个位置？所以朱祁镇和王振这对君臣到底知不知道他们能否应对野先？王振专权近10年，虽然他在军事上除了坚决发动了针对西南的陆川之战几乎毫无建树，但他们二人并不是对蒙古军队没有了解。正统3年、6年、9年，明朝政府就曾发动过3次小规模北伐。王振本身还是豫州人，那明朝政府究竟是膨胀到了何种地步，才决定要与几乎统一了蒙古的野先正面对决？所以基于上述问题，如果不考虑历史研究的规范性，我更希望用一种比较冒进的方式去解读这段历史，那就是土木之变有可能是一场迫于蒙古贸易压力，明朝中央经过商讨之后准备和野先决战，却被反间的惨案。亲征的主谋并非王振，而是明英宗。一是王振并不具备可以裹挟皇帝的实力，因为明代宦官的权力基本都来自于军权的转移，王振能够掌权也是建立在当年朱祁镇年幼，再加上三阳老去之后人才断层。而此时明英宗已经在位14年，太子朱见深都2岁了，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不可能对王振听之任之，除非这一切就是英宗本人的想法。第二点，出兵之前只有6部反对，王振积极主张，而势力更大的五勋集团以及内阁却默不作声，那亲征是已经掌权的英宗做出的决定，就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猜测。确定亲征之后，明英宗、王振、五勋集团以及内阁也制定了战略战术，那就是诱敌深入，并以绝对的兵力优势击败野先。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要行军改道，为什么要去豫州，目的就是让野先追上。吴克忠与朱勇的先后2支部队也不是殿后，而是与蒙古决战的主力军，同时他们二人应是领命对决，所以才会陷入血战而被歼灭。但是明英宗并没有预料到2支绝对的王牌军队会被野先全歼，进而陷入险境。因为在这些将领们的心中，即便大军仓促集结，但近3倍于对方的兵力取得一场胜利似乎异常简单。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历过近10年的陆川战役之后，明朝军队已经不再具备20年前朱棣晚期时的战斗力。同时自从王振掌权开始，在处理民族矛盾时，
经常采取妥协的绥靖政策，放弃了积极的遏制策略，既不救援哈密，也无视也先兼并乌良哈。在这种情况下，空前自大的明朝应对计划周密的蒙古野先失败乃至全军覆没就并不奇怪。同时，在精锐部队失利后，明朝剩余部队在土木堡驻扎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如果贸然撤入怀来，势头强盛的蒙古骑兵很有可能会乘胜追击，怀来也无法坚守，野先便有可能进一步图谋京师。但是英宗和王振并没有就地坚守死战的决心，也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所以才会在野先假装议和后贸然移营葬送大军。但无论真相如何，历史已成定局。土木战败对当时明朝的影响非常剧烈。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明朝军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明朝已经没有能力主动发动对外的大规模战争，因为明军的核心就是京城三大营。此役之后，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强力军队的丧失也直接改变了之后明朝的对外政策，由相对开放转为保守的防御态度。第二，就是明朝几乎损失了朱棣以来所有的人才积累，武勋贵族集团尤甚，包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11名有爵位的贵族全部殒命。而明朝的贵族传承关键就在于平稳的过渡，这11个人要么是经验丰富的老将，要么是当打之年的新锐，这些人的死亡直接改变了明朝整体的权力机构格局，导致此后的明朝政权已经没有武勋能够牵制内阁文官。第三，当朝皇帝被挟持，虽然野先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贸易问题，最后也送还了英宗，但在当时的情况，人心难测，明朝政府也不可能知道野先的真实意图，而且即便知道野先不会占领领土，在皇帝被俘的情况下，明廷也不会轻易下结论，将皇权处于未静，因为一旦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甚至亡国。土木之变发生在1449年，在300多年前的北宋，几乎有一丝一模一样的剧目在中华大地上演。当年的惨败叫做太原之战，北宋无奈割地。当时也有一个被挟持的皇帝叫宋钦宗，也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叫做靖康之耻。但这一次不同，因为大明朝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一位曾经被王振诬陷的钱塘才子，他叫于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可以点赞加关注，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